大家刚才看到的是曾经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安25米蒂亚划破天际时的画面。在它并不算漫长的飞行生涯中，安25创造了240项世界纪录，运送了大量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货物。它运输过水轮机、核燃料、工程车辆，甚至是轻型飞机和磁悬浮列车。最重要的是，在20多年的时间里，安25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运送这种超大型货物的飞机。那么安25到底因何而诞生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架世界唯一的传奇飞机背后的故事吧。在冷战的巅峰时期，不论是出于政治还是军事目的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都对太空探索活动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。当时的美苏两国在进行太空竞赛时，使用的都是一次性运载火箭。早期航天任务不多，发射成本呢还算可以接受。但进入60、70年代后，美苏两国对人造卫星的需求越来越大，一次性的运载火箭就显得有些浪费了。20世纪70年代，为了大幅降低太空探索的成本，美国开始研发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船，也就是太空运输系统计划。在 NASA 的带领下，共同制作了挑战者号、哥伦比亚号等5架完整的航天飞机。而苏联这边呢，在一开始对航天飞机的兴趣并不大。一方面，苏联的经济是计划的，发射成本算不上什么问题。再加上之前苏联在1965年也搞过螺旋载入飞行器计划，其实验结果并不乐观，也就没有继续下去。但是太空竞赛这件事儿，它的重点就在一个你追我赶上。再加上70年代美苏攻守，苏联高层坐下来一商量，既然美国要搞航天飞机，那必然有它的道理。我们苏联用不上归用不上，但万一美国人憋着坏，准备把航天飞机用在军事上，我们要是没有，那不就是抓瞎了吗？秉承着这种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的一根筋精神，1976年苏联正式启动了暴风雪航天飞机计划。其中的暴风雪并不是俄语中最常见的表达，这个单词指的是盛行在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草原的暴雪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命名可能和项目领导大多来自乌克兰有关。为了把这架暴风雪送上天，苏联动员了整整70个部委、1286家企业，超过100万的科学家、工程师和各行业工人。牵头的企业是为暴风雪专门设立的闪电科研生产联合体，带头的几位大哥更是个顶个的神人。首席设计师洛奇诺·洛金斯基从哈尔科夫机械工程学院一出来，就参与了图波列夫轰炸机的开发，在米高扬设计局参与了米格15、米格17、米格19和米格21的开发，后来更是主导了米格29和米格31的总体设计。能源火箭的总设计师瓦连京·格鲁申科，苏联火箭之父，出生于敖德萨。小时候呢，因为读了儒勒·凡尔纳的科幻小说，就迷上了太空探索。1929年，因为没钱交大学学费被开除，第2年就加入了苏联气体动力学实验室，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电热火箭发动机。1938年被克格勃抓进劳改营，一边蹲监狱一边开发火箭发动机。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27上的发动机就是他开发的。诸如此类的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，苏联这边基本上是能把找到的大能都找了过来。时间进入80年代，暴风雪号的各个子系统已经接近完成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出现了2个严重的问题，让这群苏联航空航天领域的大拿彻夜难眠。首先是组装的问题。我们前面说到，苏联有1000多家企业，有数十万科学家、工程师和工人参与了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项目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企业遍布苏联各地，而大家也知道，苏联是出了名的地域辽阔，各个企业生产的零部件需从苏联各地运到有总装能力的工厂，进行部分装配工作后再送到拜科努尔。有一些零整部件甚至需要跨越数千公里，例如暴风雪号机身的组装工作委托给了图申斯基机械制造厂，这家工厂位于莫斯科西北郊，离拜科努尔有接近3000公里。陆路运输暴风雪号需要修建漫长的公路，不论是工期还是成本都是天文数字，最佳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空运。但问题是，暴风雪号计划中的巨大零件实在是有点太大了，一些部件的设计长度达到60米，直径超过了8米。要运输这些零件，显然不是一般运输机能够完成的。截止到1982年，苏联国内最大的运输机还是安东诺夫的安22，但它不论是机身强度还是货舱容量，都满足不了大型零件运输的要求，
根本没法用在暴风雪计划里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1978年，米亚西舍夫的工程师们从库存里翻出来了2架老旧的 M4 轰炸机，对它进行了一番改装，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 VMT 超大零件运输机。虽然在图片里这架飞机看上去很娇小，但其实这完全是因为它运载的零件都太大了。它所运输的能源号运载火箭直径为8米，而 VMT 自身只有3米。从结构上来看， VMT 和 M4 轰炸机最大的不同就是二者的垂尾结构。为了避免机身上驮着超大货物对气流产生影响， VMT 特地将中央单垂尾换成了2侧的双垂尾。这一设计我们日后也能在安25上看到。 VMT 的出现算是暂时解决了零部件空运的难题。其实由于安25开发的时间比较靠后，是 VMT 负责了所有零件的运输。不过虽然 VMT 能够运送零件，但由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不高，最多只能运载暴风雪号的空壳子，而无法运载组装完成的暴风雪号。要知道，在发射航天飞机的时候，天气是相对可控的，即使是遇到恶劣气候，只要推迟发射时间就能规避风险。但在降落的时候，根据天气状况以及暴风雪号在轨道上任务的不同，它的降落地点就不一定是拜克努尔了。为了规避这种风险，暴风雪项目特别建造了2个主要的备用着陆点，分别位于克里米亚和海参崴附近，并在另外14个备用着陆点上修建或加固了跑道。最远的一个着陆点甚至位于古巴境内。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，如果是普通的飞机，它自己就能完成在各个机场之间的转场。但不论是苏联的暴风雪还是美国的那几艘航天飞机，他们说是飞机，其实并不具备在大气中自主飞行的功能。如果暴风雪号一不小心降落在了古巴，要用什么把它拉回拜克努尔呢？答案自然是运输机。在美国，为了背着航天飞机到处跑， NASA 改装了2架波音747客机，专门用来运输航天飞机。而当时的安东诺夫设计局正在研发 An-124 重型运输机。1984年2月，能源火箭的总设计师瓦连京·格鲁什科专程飞往基辅，找上了安东诺夫设计局的创始人，前苏联首屈一指的大飞机爱好者奥列格·安东诺夫。格鲁什科对他说：“老安呀，米亚西舍夫整的那个 M4 底板差了点，火箭只能拆开送到拜克努尔再装，我手底下的那些小伙子们还得出去给它拼起来。你也知道，哈萨克斯坦那地方基础设施那么差，狗看了都摇头。我这些差旅补贴付着，还得给他们重新盖楼，实在是不划算。我们现在呀，缺一个能把暴风雪号整个扛起来的运输机，你那边有没有兴趣啊？”安东诺夫这边当时就乐了：“哎，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这边有一个An-124，今年12月就首飞，装个100吨跟玩一样，你看怎么样？听说你那个暴风雪也就105吨。虽然An-124不是为了这个任务设计的，不过呢，你可以拿一架过去试试，不行了你再来找我。”格鲁什科一听，当时就同意了下来，紧接着搞到了一架An-124，开始进行负载测试，这就是所谓的An-124KT。不过这里面又出现了和 VMT 上类似的问题，飞机的垂尾太低，会被飞机背上的货物遮挡气流。作为一个临时方案，这架An-124经过了特别改装，将垂尾加高了7米，才算是让它有了个差不多的转弯效率。但这样凑合着用，显然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。另外，格鲁什科还在考虑用飞机驮着航天飞机，像发射导弹一样让航天飞机从高空起飞，这就要求运输机必须要连着能源火箭一起飞上天，也就意味着运输机必须要有250吨以上的有效载荷能力。老安东诺夫因此决定在 An-124 的基础上开发一架新飞机。只可惜1984年4月4日，苏联杰出的航空设计师、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院士奥列格·康斯坦丁诺维奇·安东诺夫没能看到安25的诞生就与世长辞，而负责安25的设计制造工作的是安东诺夫的第一副手总设计师彼得·巴拉布耶夫以及首席设计师托尔马乔夫。巴拉布耶夫是安东诺夫的副手，1954年毕业于哈尔科夫航空学院，1965年就当上了安东诺夫研究局局长。前面提到的安2和An-124项目就是他主管的。而托尔马乔夫是An-124的首席设计师，后来还因An-124的设计工作获得了乌克兰国家奖。1985年，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An-25的设计建造工作，限安东诺夫2年内造出第一架An-225。当时的安东诺夫设计局内部有小道消息称，航空工业部部长私下里对巴拉布耶夫保证，如果他能够在2年之内造出飞机，他就是下一任航空工业部部长。考虑到An-124从设计到首飞用了整整11年的时间，
2年就做出来一个载重翻倍的大飞机，听上去有点强人所难。但巴拉布耶夫也有着自己的考虑，首先就是暴风雪号不久之后就要首飞，必须抓紧时间搞定运输机的问题。其次，既然有了安124，那么我们不如以安124为基础，尽可能的利用现有的设计，在安124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超级巨大版出来。1985年中旬，仅仅在苏共高层开绿灯几个月后，这架巨型运输机的总体外观和启动布局就已经确定下来。安25的机身前部实际上与安124是完全相同的，但由于安25的翼展和机翼面积要比安124大得多，也重得多，因此在机翼根部进行了加固。而为了整个装下长达60米的能源号重型运载火箭，安25的机身后部进行了加长，并且将单垂尾换成了内倾的双垂尾，来避免气流的扰动问题。但问题又来了，由于发动机数量多了2个，翼展也变长不少，安25上的发动机控制感已经不是正常人能够驾驭的了。在安25上还因此引入了发动机的电传操纵技术。此外，根据设计要求，安25需要能够在1级机场着陆，并在56米宽的跑道上完成转弯。因此，相对于安124机腹下的10对主起落架，安25增加到了14对，而且为了追求更小的转弯半径，14对中的最后3对是可以旋转的。比较有趣的是，安25上还装了一套空调系统，但这套空调系统并不是用来控制货舱内部温度的，而是根据闪电科研生产联合体的要求，给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用的，防止它在运输的过程中被冻在安25的背上。根据最初的计划，安东诺夫准备建造2架安25，一架是飞行原型机，另一架则用于强度测试，但其实只完成了1架。为了赶在1987年首飞，几十家企业加入了安25的设计、建造和测试当中。例如基辅航天生产协会负责生产机身构件，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机械厂负责生产安25的机翼，乌克兰扎波罗尔的马达西奇工厂负责生产安25上的第 18T 发动机，基辅机械厂负责生产整流罩和机头，并且负责了安25的总装工作。根据巴拉波耶夫的助理阿纳托利·沃夫尼扬科的回忆，他们每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，1周6天，每个人身上都热情四溢。由于安25的机翼过于巨大，它的机翼是用一架特别加固过的安2从塔什干背到基辅的。就在这架安2执行任务的前1周，安东诺夫负责后勤的玛利亚·沃伊汉斯卡亚打电话给阿纳托利，在电话中他问道：“托利亚，我这边收到了一份申请，你们的飞行员找我要900升酒精，用于将安2的机翼中心部分送到基辅。我得问问你，你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？”而阿纳托利的回答也很直接：“玛利亚，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”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实际上阿纳托利对这个酒精是怎么没的心知肚明。在运输安124的机翼时，机组会向塔台报告称飞机上出现了结冰，需要打开防冰系统。但其实飞机上结不结冰，只有飞行员自己知道。等到他们着陆之后，就会将防冻系统里的酒精排干，倒进金属罐里装走。考虑到当时的苏联正在进行反酗酒运动，再加上当时苏联的经济近乎崩溃，这几百公升的酒精也是一笔不小的外快了。在基辅的安东诺夫机场的总装车间，安25进行了最后的总装和测试工作。不过这个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，那就是安25的名字问题。一般来说呢，安东诺夫集团设计的运输机都是奥列格·安东诺夫本人亲自命名的。例如安2的安泰俄斯，这是希腊神话中巨人的名字；安124的鲁斯兰是俄罗斯民间文学叶鲁斯兰·拉扎列维奇的故事中的英雄。但问题是，现在老头子已经不在了，临近飞机发表，但他的名字却还没个主意。巴拉波耶夫把项目主管们都找来，围在桌子边上开了个会。但问题是，在座的虽然除了院士就是总工，平均文化程度突破天际，但在给飞机起名字这方面，不比家庭主妇强到哪儿去。当时他们给安25起过诸如柳德米拉、奥尔兰等毫无品位的名字。一直等到天都黑了，这群学术界的泰斗们还是大眼瞪小眼，没讨论出来什么结果。巴拉波耶夫挠了挠头，沮丧地宣布散会，开始准备飞机的下线仪式。由于安25的长度比总装车间的长度还要长，安25被斜着放在了车间里，导致他在推出机库的时候必须在地板上涂上油，然后横着拉出去。1988年10月29日的深夜，安东诺夫机场灯火通明，所有人都在布置场地，挪动安25的机身，准备迎接第2天的鲜花和掌声。随着冰冷的月亮逐渐下沉，远处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，
忙了一夜的巴拉布耶夫和同事们站在机库门口，呼出一口哈气。在朦胧中，他已经想好了这架庞然大物的名字——米利亚，这是乌克兰语中梦想的意思。1988年11月30日，安25梦想号正式下线，1个月后的12月21日首飞。此时的安25辗转在苏联内部，共计执行了14次转场任务。从基辅的霍斯托梅尔，也就是知名的安东诺夫机场，到阿拉斯特罕的阿赫图宾斯克，莫斯科的拉缅斯科耶，再到哈萨克斯坦的拜克努尔，甚至是勘察加半岛的叶利佐沃，其足迹遍布了苏联各地。很快，1989年到了，苏联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安东诺夫设计局开始了他的自救，摇身一变成为了商业化的安东诺夫集团，以基辅郊外的安东诺夫机场为基地，成立了安东诺夫航空公司，进行货运业务。当年的巴黎航空展上，安25首次在苏联以外公开亮相。他先是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拜克努尔，装载了一艘暴风雪航天飞机，接下来飞往法国巴黎进行了飞行表演。全世界都被安25这架钢铁巨鸟所震撼，但当他们回到基辅的时候，等待他们的是更残酷的事实。来自苏联政府的资助几乎停止了，安东诺夫必须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浪潮中艰难求生。1991年，乌克兰独立，苏联解体，曾经的70个部委、1000多家企业树倒猢狲散，暴风雪航天飞机计划也就此搁置，成了一个遥远的梦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由于军级的身份，安25完全没有任何工作，只能躺在机库里吃灰。当时的一个英国人提议在安25上装上床和浴室等设施，把它变成一个超豪华客机，但由于部件可靠性问题达不到客运标准，就没有进行下去。另一个项目则是让安25干他的老本行，运送一座190吨的鲸流塔。虽然没什么钱可赚，但是对于安25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。根据他们的测算，使用安25来运输这个鲸流塔，能将运输所需的时间从2年缩短到15天。只可惜，等到安25准备好运送这座鲸流塔的时候，这群石油工人似乎突然人间蒸发了，再也没有联系安东诺夫集团。到了1994年，安25梦想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，发动和其他设备也被拆除，装在了安东诺夫机队的安124上面，以赚取公司急需的现金流来开发安70运输机。当时的安东诺夫集团对安70寄予厚望，这个项目本身由俄罗斯和乌克兰联合开发，但俄罗斯那边对安70项目的态度十分的微妙，甚至可以说坑了安东诺夫一把。俄罗斯人一边给安东诺夫画着大饼，宣称自己准备采购70架安70，引得安东诺夫集团花费了大价钱投入到安70的研发上，还搭上了7名优秀的试飞员。结果到了要采购的时候，俄罗斯方面玩起了失踪，单方面退出了安70项目，还欠下了大笔的债务。乌克兰的飞机制造业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濒临崩溃，而这个时候安25又站了出来。2001年5月，安25开始以商业货机的身份在乌克兰注册，进行国际货物运输。从那时起，安25就成为了安东诺夫航空公司机队的主力飞机，甚至可以说是一面金字招牌。它的特色就是能够运输那些曾经被认为无法通过空运运输的物品。2002年1月3日，安25首次投入商业运营，从德国斯图加特起飞，飞往阿曼的美军基地，一次性就运送了187吨、21万份的食物。安25运送了航空史上最重的单件货物，一台重达190吨的燃气发电机，运送了史上最长的空运货物，长达42.1米的涡轮风力发电机叶片，而且一次就是2片。安25曾一次性运载了5辆主战坦克，载重量达到了创纪录的253.82吨，时至今日仍然没有飞机打破这一纪录。而且正是由于安25超凡的载重量，使得它可以在救灾行动中空运大量应急物资，并且可以运输整装的设备前往灾区。对于救灾这种分秒必争的情况来说是极其重要的。例如2010年1月海地大地震，安25受日本政府的委托，将108吨的各式工程机械，例如推土机、卡车、拖拉机等，从东京运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，之后再通过陆路运往海地首都太子港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，安25收到法国政府的请求，从法国城市沙托鲁出发，将145吨的药品、呼吸机、保温毯等救援物资送往东京成田机场。虽然安25在1年之中大概只会进行10次左右的飞行，但这架飞机所到之处吸引了无数航空爱好者的目光。直到2022年2月的那个清晨，一切都被改变了。2022年2月5日，安25从丹麦返回安东诺夫机场。
如果根据北约的建议，他将于2月24日上午撤离到德国莱比锡，但他还没来得及起飞，2枚巡航导弹就击中了安东诺夫机场。紧接着，举世闻名的安东诺夫机场攻防战开打，曾经的机场变成了战场。2月27日，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的一份新闻稿带来了令人心碎的消息：安225运输机在战斗中被俄军摧毁，人类工程学的奇迹，承载着乌克兰梦想之名的伟大飞机，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据称，重建安225梦想号需要花费30亿美元，对于战火纷飞中的乌克兰来说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。然而，正如同安225米利亚的名字一样，只要有梦想，就还有希望。乌克兰会在战火中重生，或许安225也会重新起航，再次追逐他的飞行梦想。